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我们知道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氮磷钾，那么随着天气渐渐暖和了呢，我们会开始种一些结果子的作物，像草莓啊、番茄，还有各种瓜类。那么我们对钾肥的需求量呢就会大大的增加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最容易得到的香蕉皮来做一个天然的钾肥，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把冷冻的香蕉皮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。把香蕉皮冷冻起来，一方面是因为好储存收集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就吃很多香蕉；另一方面，冷冻过的香蕉皮更容易分解，发酵的时间更短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要用香蕉皮来制作钾肥呢？那是因为香蕉皮的含钾量很高，而且容易取得。香蕉皮的发酵时间又短，而且发酵好的肥料呢又没有异味。我们知道草木灰也是天然的钾肥，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收集到草木灰。鸡蛋壳呢，除了含钙，也含有一些钾元素，但是它很难被制成液体肥，所以我们通常把它当作钙肥来用。还有骨粉也是很好的钾肥，但是更难收集，而且还需要把它晒干碾碎，操作起来很有困难。相比之下，用香蕉皮来制作钾肥就简单多了。大家看，这是香蕉皮解冻后的样子。今天我们会用2种方法来做香蕉皮钾肥。首先，我们把香蕉皮剪成小块，尽量剪得细一些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把它放到瓶子里，瓶子的口很小。然后我们找一个塑料桶，用小勺子把剪好的香蕉皮放到桶里。由于我想要更多的液体肥，那香蕉皮我只放到桶的1/4。大家不用担心肥料的浓度会太低，我们在用的时候呢，少兑一些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加水了，但是呢，上面一定要留一点空隙，不能加满。然后我们用力捏一下瓶子，把空隙中的空气挤出去一部分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气体，我们要给气体留出空间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隔个几天把盖子打开，给它放气。下面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香蕉皮。我们把香蕉皮剪成小块，然后用搅拌机打碎。像这种硬的香蕉的饼我们就不要了。然后放一点水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打成糊状，不用打得特别的细。然后我们把打碎的香蕉皮糊倒在一个容器里，然后我们再稍微加一点水，水不要太多，盖上盖子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。第6天，表面就长出了像发霉一样的菌丝。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把它搅拌一下，让香蕉皮发酵得更加均匀。我们把菌丝剥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下面还没有气泡，还没有完全发酵。把菌丝这样上下的搅拌一下，可以让它加速发酵，而且发酵得更加均匀。又是5天过去了，第11天，我们可以看到搅拌过的香蕉皮糊的表面又开始长了一层菌丝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菌丝剥开，可以看到下面源源不断的有一些小的气泡在往上冒。这就说明它正在充分的发酵过程中，再过几天，20天左右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
钾肥可以促进根系的发展，让植株长得更加健壮。它同时又是果肥。夏天呢，我们经常会种一些结果子的作物，像草莓啊、番茄等。像这糊状的肥料，我就可以在植物结果子的时候呢，埋在土里做追肥。所以夏天很有必要做一桶香蕉皮肥，为我们的植物结果子做准备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怎样分辨液体肥是否发酵好了呢？右面这桶呢是我新做的，刚做了2-3天。左边这桶呢是18天前我录视频时做的。我们把这2瓶用力一起摇晃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瓶的泡沫呢很快就消掉了，而右边这瓶的呢一直还在。如果泡沫很快就消掉了，就说明它已经发酵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香蕉皮的发酵速度很快，基本上在20到3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发酵好，而且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发酵菌。发酵好的香蕉皮也没有异味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一些液体或糊状的香蕉皮肥。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把它直接兑在水里。当时做肥料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已经加过水了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浓度会太高。每次呢，我也没有特定的比例，只要适量就好。由于钾肥能够促进根系的发展，用它来浇多肉植物，可以让多肉植物长得胖嘟嘟的。顺便说一下多肉植物的浇水，我会把水浇在根部，尽量避免把水浇在叶片上。特别是在夏天气温很高的情况下，如果把水直接浇在叶片上，叶片很容易被烧伤。多肉植物根据天气的温度，现在呢我会1个星期浇1-2次水。香蕉皮肥的水呢，我会1个月用到1到2次，不是每次都用。如果你还没有用香蕉皮做过肥料，建议你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帮助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